大家好，我是帅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现在在美国夏威夷州的大岛，今天带大家看一看一晚上$300，世界上最大的希尔顿酒店长什么样子。房间总体是比较新的，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张大床，然后还有电视机，还有沙发，还有可以吃饭的桌子、椅子。问了一下前台，他说基本上有一大半的房子都是最近刚新装修过的，剩下一半是比较老的，但是老的那边风景会比较好。我这次是有幸把2个户型的房间都住了，老的确实是比较老，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新装修的户型，因为里面的设施比较齐全，有什么微波炉、烧水壶、冰箱都有，而老的里面这些设施基本上一个都没有。如果大家订的是海景房的话，大概率会被分配到Ocean Tower 的这个老的房间里面，设施比较简陋。如果要这个不要海景房的话，他就会把你分到这个设施比较新的房间，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。我是把海景房和新装修的房子都住了。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早上起床海景房的这个风景长啥样。拉开窗帘，对面就是一片大海，整个希尔顿的景区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尤其是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色都是金色色的一片。反正如果说风景的话，我个人会喜欢海景房，但是设施的话，那我肯定喜欢没有海景房的新装修的房子。现在我们出门来参观一下整个酒店的设施，一出门可以看到整个酒店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我入住的这个希尔顿大岛酒店，它总共有3座客房大楼。我今天住的是叫做海洋楼 Ocean Tower， 它是度假村的最南端，距离大厅最远，所以房价一晚上会相对的便宜个大概$100吧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除了这个距离比较远，其他方面并没有比其他的这个客房大楼差。缺点就是离停车场还有这个酒店大厅实在是太远了，走路的话过去都要15分钟。不过平常的话会有这种大巴，还有轻轨电车，还有游船送我们过去。现在我们离开大楼，出门就是楼下的景区，这边花花草草的是非常的漂亮，还有几个游泳池。前面也说了，这个希尔顿酒店是世界上最大的希尔顿酒店，它的面积是非常的惊人，约为25万平方米，总共拥有3个客房大楼。刚刚我们参观的是叫做 Ocean Tower，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 Lagoon Tower， 还有一个叫做 Palace Tower， 反正这3栋楼都是各有特色吧。然后帅弟，今天早上刚起来，因为有一点时差，所以起得特别早。现在我们早上在这个酒店这个游泳池这游个泳，风景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感觉入住这个希尔顿酒店至少要花1天时间好好的探索一下这个酒店。酒店也有自己的私人沙滩，早上还有海豚表演。酒店的风景就跟以前电视上看到的度假村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。不过劝大家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涂防晒霜，因为夏威夷岛的这个太阳实在是太大了。我们现在来到海洋大楼 Ocean Tower 的这个客房登记大厅，整个大厅的装修也是感觉挺气派豪华的。如果不想走去停车场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在这里坐这个大巴，它会送我们去酒店的停车场那块儿。我们现在步行去酒店的入口那边，路上可以看到的风景也是挺好的，两边都是像这种博物馆一样，能看到许多文物。不过缺点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可能会走出一身汗，而且走过去至少要15分钟。现在我们走到了皇宫大楼这块，叫做 Palace Tower， 它是酒店客房部的第2个大楼客房部，里面也有一些很漂亮的这个泳池喷泉。我入住的时候能去酒店登记处的方式只有3种，要不走路，要不就坐它的大巴，要不就坐这个小火车。船是停了，所以没办法。小火车的话大家可以体验一下，不过就是速度有点慢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酒店的出入口大厅这块，每周会有几天早上8点钟有免费的海豚表演，它的私人沙滩也在这附近，还可以在这边潜伏游泳都不错。走了大概10来分钟吧，终于快走到酒店大厅了。然后我们去酒店大厅旁边的停车场取个车。停车的话酒店也是挺贵的，因为没有其他免费的停车位，只能停在酒店里面。自己停是1天$48，叫人帮你停1天是$55。眼前我们看到的白色大巴就是接送客人的这个大巴车。反正停车场离酒店门口的出入口走路大概3-4分钟就到了。
酒店附近的购物中心也是比较多的，开车3-4分钟就有2个，一个叫做 King， 一个叫做 Queen， 然后里面有许多卖礼品的店呀、咖啡店呀之类的。开车在景区里面转，还能碰到许多小动物。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希尔顿夏威夷大岛的度假酒店，相信以后还会再来的。现在在这个阳台，外面风景是非常的好。早上站在这个软阳台这刷个牙，这边就能看到大海，然后前方也是一片绿地。夏威夷早上的7点，天气非常的好，以后我还会再来夏威夷的，因为风景真的是太美了。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建议把这几个户型的房子都住一下，一个是观景房，一个是我现在看的这个景区房。反正各有特色吧，这个酒店我以后还会再来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